今天要说的这件事，你可能完全没想到，中国的婚恋市场正在出现一场颠覆性的反转。什么意思呢？当天价彩礼把无数国男逼到崩溃边缘的时候，零彩礼养媳妇却在中国各地悄悄登场。最新的官方数据就爆出惊人一幕：安徽涉外婚姻3年暴增6倍，河南、河北有70%都娶的是外国媳妇，而广西更是夸张，突破90%。也就是说，在广西10桩跨国婚姻里，有9桩都是国男迎娶养媳妇。更离奇的是，某些中部小镇竟然出现了家家有养媳的奇观。为什么中国男人宁愿跨越语言和文化的鸿沟，也要跑到国外找老婆？这背后的故事可能比你想的还要惊心动魄。观众朋友们好，这里是大时局，我是王真。广东茂名市近日发生了这么一个事：电柏区某村一名男子用菲律宾新娘的网名，在社交平台上分享村里男子迎娶菲律宾妻子的经历。视频中，他表示已经有4名菲律宾女孩嫁过来了，有的已经怀孕生子，他自己的妻子也是菲律宾人，目前已经怀孕。他说，很快我们村的光棍全部都要娶菲律宾女孩当老婆了。这视频在网上还引来大量网友共鸣，有许多来自广东、广西、浙江等地的网友纷纷留言，恳求他为自家亲人牵线搭桥，介绍菲律宾妹子。广东网友黎细妹说，我是江阳的，帮我介绍菲律宾妹子给我儿子好吗？我2个儿子都没结婚。广东网友卓尔头像也恳求介绍一个给我儿子吧，我在高州城郊区。其实近些年来，中国的跨国婚姻一直呈上升趋势，特别是国男外娶的婚姻更是激增。2024年的统计数据，中国跨国婚姻中外娶比例达到 65%， 超过31800对，比5年前增长 40%。 嫁中国男的外籍新娘主要来源于越南，超过20万人，俄罗斯9000人，日本、韩国以及欧美国家年增长率超过 30%。 这个听着就挺惊人的吧？还有更惊悚的，全国总体外娶率已经达到 65%， 广西的外娶比例超高，达到 92%。 这意味着在广西10对跨国婚姻中，就有9对是广西男人娶外国媳妇。你可能说那是外省地区。好，再来看内陆农业大省，安徽的涉外婚姻3年里增长了6倍，河南、河北的外娶占比也达到了 70%。 事实上，中国涉外婚姻从上世纪末就开始出现了，不过那时多见的是国女外嫁。这从当年的那些很火的影视剧也看得出来，比如北京人在纽约啊，上海人在东京啊，还有葛优的大撒把之类。虽不是单说跨国婚恋的事，但确实那个时代嫁个老外就能出国，完成身份转变，享受丰富物质生活的现实写照。而近些年风水变了，反倒是土味国男娶外国女孩成了主流，潮水逐年升高。你可能问，为啥国男外娶成了如今婚姻时尚？中共当局在1978年开始试行一胎化政策，1980年在全国强制推行。该政策旨在控制人口增长，但10几年强制下来，给中国社会带来了深远的负面影响。从1979年到2015年，特别社会独生子女政策加重了重男轻女观念，通过性别筛选堕胎女婴，造成男女性别比例失衡。南开大学的研究显示，80后至00后男性比女性大约多出3490万人，意味着数千万男性将面临无妻可娶的困境。中国大陆结婚率连年暴跌，单身人数已经突破 2.4 亿。农村地区随着离婚女性流入城市，大龄未婚男性群体扩大。更严峻的是，中国的总和生育率也跟着下降。2024年，中国总和生育率仅为 1.0， 全球倒数第2，远低于正常人口更替的 2.1 水平。这也是中国人口走向老龄化的原因。数据统计，
中共的计划生育政策剥夺了1亿多胎儿的生命。中共官方的计划生育部门称，自70年代以来的计划生育使中国少生了4亿多人。中国男女比例的巨大差异，客观上造成了女性成为婚恋市场的主导者，加上婚恋观的异化，长此以往，婚礼市场上就形成了一种不健康的畸形文化，变得逐年恶劣起来。一些女性认为，男人挣钱不多就低人一等，要求必须用转账彰显爱意，各种纪念日、节日必须有礼物。到了丈母娘这关，起步要求就是全款房车准备好，彩礼张口就是几十万，不然别想娶。残酷的现实是，江西彩礼38.8万，福建彩礼20到50万。部分地区的婚恋市场已演变为6个钱包供养一个婚礼的资本游戏。这种情况下，男方要么咬牙接受，要么根本就结不了婚。河南程序员小王算了一笔账，本土婚姻成本要118万，包括彩礼、房子和置办酒席。注意，这还不包括车子。而跨国娶亲需要13万，含中介费和婚礼开销，真是花小钱办大事啊！国内单身男性认为，外国媳妇要求低，不要房，不要车，更加不要彩礼。而且很多东南亚女性也很勤劳贤惠，的确是结婚上的上佳之选。厦门大学经济学教授丁长发去年底提出了一个建议开放国际婚姻，引进海外适龄女青年，缓解大量未婚男青年的困局。过去跨国婚姻3重门，如今已经大松绑，材料简化，从需提交11项证明变成仅需身份证加护照，签证优化，结婚登记和配偶签证一窗通办，成本锐减，公证认证费从5000加降至800元，耗时从45天缩至3天。在郑州民政局刚和俄罗斯女友领证的小张兴奋地说，现在领跨国结婚证比考驾照还快。当局为啥松绑？这么多光棍结上婚，那不得闹事啊，给他来个媳妇拴住他。跨国婚姻究竟如何？我们来看几个实例。黑龙江哈尔滨的35岁商人张某，2023年在中俄贸易展会上结识了30岁的俄罗斯模特娜塔莎。娜塔莎认为中国男性顾家责任感强，选择和张某结婚，婚后定居哈尔滨，开设了俄式餐厅。跨国婚姻在当地提升了张某的社交地位，餐厅生意兴隆，某种程度上促进中俄文化交流。但娜塔莎面临签证限制，不允许工作，因此需要依赖丈夫收入。河南郑州28岁的程序员小李，因国内彩礼太高，他放弃了本地的婚恋。2024年，通过线上婚介结识了菲律宾女子26岁的服务员玛丽。小李只花费了13万迎娶玛丽，远远低于当地118万的成本，用省下的105万开了家奶茶店。婚后，玛丽适应中国生活，学习中文，并在当地咖啡店工作。她的例子被称作是农村光棍的生存突围。也有不那么温馨的案例，山东40岁的农民老王，2024年通过中介支付18万元，迎娶缅甸大学生25岁的小美。结婚后，小美失踪，护照和学历证明被发现造假，老王损失全部积蓄，身心受创。当地对跨国婚姻的信任下降。最高检2024年的报告显示，46名外籍女性被反复贩卖，单独案件就获利可达133万。最高检已逮捕1300名涉婚姻贩卖嫌疑人。其实，中国男娶外国女的出现，是中国民间对性别失衡、婚恋市场乱象和巨大经济压力的一种自发调节。当洋媳妇以每年15%的增速涌入中国，一场婚恋市场的改革正在发生。首先是经济杠杆，江西某县因跨国婚姻激增，彩礼平均价3年下降47%。其次，观念迭代，95后男性更倾向平等性婚姻，家务分担率达68%。第三是人口红利，专家预测，
若外娶比例保持20%年增长，2030年将填补3000万性别缺口。但是争议也随之而来，这是婚姻自由还是资源掠夺？是破除陋习还是文化妥协？当东北小伙牵着俄罗斯姑娘的手走过冰雪大世界，当云南茶农与缅甸妻子共同朝至古树普洱，这些跨越国界的烟火爱情正在倒逼中国婚恋市场回归本质。只是当外娶成为趋势，我们是否也该反思，为何家门口的爱情非要绕地球半圈才能抵达？错在谁？这里是大时局，感谢您的陪伴与思考，请订阅、分享并打开小铃铛，一起在动荡中坚守真相，在黑暗中点燃希望。